上，水果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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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冠平安祝千，小小雨歇，8000里路开望眼，8000仰天长啸，8000里路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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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玉峰兄，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！嗨，谢谢啊，回头请你吃炸酱面。为什么吃炸酱面？因为我跟傅帆啊，我们俩人没办仪式，就把铺盖卷儿往一块堆儿一放，这事就算成了。但是那天伙房的不干了，跟我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，喜糖没吃上，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。我说行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。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，还真是名不虚传哈！结婚吃炸酱面。其实我结过婚的，我的前夫叫江震。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。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。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3个月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后来我遇到了老谢，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，拉着我去瞧瞧。他骑在马上，那军装啊洗得灰白，风机扣扣得严严的，腰上还别了个枪。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，打得整整齐齐的，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。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，高大威武，气质又温和儒雅。他追我那会儿，可不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样啊？刚开始的时候吧，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，怎么讲？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。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背叛江震，我接受不了我自己。其实我也挺自私的，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，也不敢失去他的爱。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，也是在折磨他。他告诉我，他也有过一段婚姻，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，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的上一段婚姻啊，是在红十字军时期，组织给我介绍的，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，我呢，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。他是机要交通员，有任务在身，就留在了苏区，跟着陈军长打游击。到了延安后，我才知道，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，被敌人杀害了。哎呦，当时给我难受的，好几年没走出来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我甚至都跟自己说，我说算了吧，这辈子就这样吧，挺好。玉峰兄，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。我觉得他光明磊落，我挺佩服他的。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，
但我相信，我们依旧可以真诚，可以深刻。吴凡姐，我好佩服你，你真勇敢。你也可以呀、来，给我搭把手。战火和流亡军，活着，竟成了最大的心愿。所以啊，咱得对得起这种心愿。哎，云克，先拿这个水草刷刷，别把水弄脏了。好。但是我以为啊，要活，咱就得好好活。云贵兄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恨，对鬼子的恨。我完全同意啊。但是我以为，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。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就算处在最绝望、最沮丧的时候，支撑我们的，依然还有希望。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。于峰兄，你真的是一个诗人，浪漫的诗人。别闹了，就我还诗人，我哪配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，他有一首《梅岭三章》，你读过吗？我觉得他这首诗啊，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：我们究竟为何而战？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，百战多。此去全台招旧部，旌旗10万，战阎罗。南国烽烟正10年，此头须向国门寻。后死诸君多努力，捷报飞来当值钱。投身革命即为家，血雨腥风应有涯。取义成人今日事，人间变种自由花。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，哦，看看合不合适？来试试。来，看看，这下能看清了吧？哎呦，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？这不清楚吗？那你看这个大字呢？您看看这是什么字？这是申吗？不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哪儿配的呀？这个不应该呀，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。我去换一个。去换一下。哎，万福啊，哎，我教了你千字文，认了那么多字，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。行，我给你念。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，神速突破敌阵，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，
总伤亡超过10万。啊，全线溃退，伤亡超过10万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仗？坐下，坐下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啊！别动气！哎呀，仗败，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？上天都不用我种花了！天，就别生气！都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先别生气。这接着读，赶紧的，给我接着读。我接着读，快读啊！我读。你读啊！太爷，您看看，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，您看这儿写的，他能说咱一句好吗？日期也不对呀，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？一定是月明。旧报纸啊！他最喜欢翻报纸，我找找今天的报纸。上个月的报纸啊，这儿写着呢。太爷，您看，这才是新的，这个昨天的报纸。啊，赶紧给我读。我给你念新战报啊！我给你念新战报。长沙会战告捷。长沙会战告捷。啊，长沙。念。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。啊。日军一触即溃。我守军兵分两路，包围日军。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？汨罗江。对，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。来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您别看了，您就让万博给你念就行了。看看我看看。哎，玉娇啊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我怎么看不清啊？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太爷，您看啊，日军逃往汨罗江，北。哦，北，汨罗江北。真的太棒了，这正是啊。成绩勇兮又以武，中刚强兮不可凌。好。哎呀，太爷，您吓我一跳。您一开始拽玩，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。爹，饿不饿？饿，我想喝粥。我给您做。好，我帮忙去。汨罗江北，汨罗江北，好啊！张嘴就是长沙呀。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，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，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，万一还真的打赢了。不是，那以后怎么办呀？今天把这口子开了，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，是吗？但是，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。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，什么血栓都通了。也是感伤。爹的眼睛不好，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，现在什么药好使，我们就吃什么药。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，我呢，我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？
我问过了，是，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，但是其实，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。谢司令员呢，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，去充实队伍，组织啊、宣传啊，还有民运，都缺人手的，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有个条件。你求我去，你还给我开条件？对。如果你对我有意见，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别留下一封信，不辞而别。我还没说要去呢。你可以再考虑一下。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。哎，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。最近大扫荡风声紧，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，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。当然，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。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，如果批准了，我就带着调例去找你。我等你。伞。玉娇，万福在的，那个江户商贸公司，你去了吗？还没去呢。哦，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土的特务，两方你杀我一个人，我再杀你一个，打得不可开交。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，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，他们的顶头上司，就那些大特务，居然坐在一起，喝着洋酒，抽着雪茄，相谈甚欢间，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远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啊。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？盐、粮食、布匹、桐油、猪鬃，直到药品、五羊，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精密物资啊？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荒谬至极。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，心里可苦闷。但是，他现在的位置，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，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个我也懂，我也在想，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，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。丁大姐，罐头。谢谢。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？我就在想，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，肯定会更加方便，而且更加安全。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？没有。我不愿意骗他的，可是我又担心，万一他不答应，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？这事还真不能着急。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，还有思想动态。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、最自然的时机，一点点的争取。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？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，每天都在收复失地。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，看不了报纸，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，编瞎话给他听。万福还说，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。那天，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，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又哭了。
太爷想要的胜利，总有一天会到来的，一定会的。月明，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，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，转运紧要物资，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。而此时，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，是从苏中返回海文的云魁爸爸。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，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，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，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。我说，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？有收获，那就好。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？对外呢，不打新四军的旗号，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，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。为什么这样呢？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虽然陆路给封了，但是水路呢，我们还行得通。哎，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。是啊，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。这做好伪装就是了，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？接下来，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。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，再乱收税。我们做好伪装，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。关键就怕鬼子呀，常来捣乱。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。是不是啊？打，不光打，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，互相通气儿啊。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、保长，他们都是表面呢敷衍我们，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，跟鬼子告密。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，都被抓走活埋了，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。游击队只能撤出，整个村子都萎化的厉害。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。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，又很狡猾，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。还是得区别对待嘛。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，让短枪队严惩，杀一儆百。有些人呢，我相信啊。他们是有良心的，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，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，所以啊，在日军扫荡之后，他们肯定会退出去。对于这些两面人，我们要做好保护，给他们壮胆儿，啊，同时呢，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，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，可以事半功倍。这帮人一喝多了，换帖子拜把子，满脑子都是关云长。你管了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？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，只要他心底里边是抗日的，我们都可以做兄弟。啊，有道理。明白。刚出锅的馅饼，热乎馅饼，来馅饼，哎，好嘞，哎，2个饼，馅饼肉馅饼，客官买馅饼吗？来一个。好嘞。您这馅饼，慢走啊！馅饼肉馅饼，恭喜贺喜啊，这位先生！我送你3句话，分文不取。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？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！哼，还真是妙啊！兜兜转转，咱俩又碰上了。行，你上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，那我会尽全力的。在这儿见到你，跟做梦一样。我才跟做梦一样呢。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，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做梦都没想到。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，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。这是第5战区要的一船货，尽快送到吴淞口。喏，帕斯跟货款，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。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，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。行，知道了。哎。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，
小子，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，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。这么多年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跟鬼子干，干到底，好好活着。你长大了，你也是。8月16日，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，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，相机收复岳阳。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。好，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，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，双方退回原阵地。哎，接着念啊！啊，马上，您先喝口水啊。念啊！我再念。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，被我第30……不对，你这刚才念过了。啊，是吗？我念过了。哎呦，太爷，我眼睛花了，我休息一下啊，我休息一下。给你添点水，对。太爷，我接着念了啊。武汉3镇光复。啊？武汉3镇光复了？对呀，上面写着呢，武汉光复了。我接着念啊。前线战士势如破竹，从正阳门攻入武昌，展开激烈接战。日军残部穷无所措，东逃西窜。我看看，哎，您看看。武汉光哪儿呢？这儿呢。武汉3镇今日光复。万福，哎，菜备好了。哦，行，太爷，我做饭去了。去吧。武汉3镇光复了，中国必胜！你怎么了？这么魂不守舍的，纸条还少拿一张。武汉3镇光复，中国必胜！我最近心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在想，这林长庚跟廖丰年，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，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。再这么下去，早晚出事儿。我想的是，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？万福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，可不可以给我几张？有这玩意儿干嘛？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？有了帕斯，我们能多挣一点。等我们要走的时候，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？行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微信给我吧，我做饭了。你去陪陪太爷，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，免得穿帮。来了，夫人，随便逛啊。您稍等。来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好的，谢谢。玉娇，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？到了。您先上里边，我带您看一下。里面请。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。
您先看看这个香粉。我正要跟你说，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，就遭到了皖军的来劫，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。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，于老板受了重伤。那这批货怎么办呀？要找谁来押运啊？只能从上海找船，直接运到苏南。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。现在组织上考虑，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，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？我吗？我可以吗？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，我呢，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、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，我们都很相信。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。但是有一点，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。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，万福是个有钱有义的人，把家交给他，他会照顾好的。但是曾大贤，之前我一直找万福要帕斯，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，我心里都特别慌。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可以跟他说了吗？是这样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须的物资。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，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，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，相反，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，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月明，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。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，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。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，就像血一样珍贵。妈妈完成了任务，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，不能告诉万福爸爸，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。我把你叫出来，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，我想跟你说两个事。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，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。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，让他认我。我也要去吗？颜慧茹点名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我在猜，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，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。我知道了。那第二件事呢？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、忙里忙外的，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。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。怎么了？那我就直接问你了，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呢？你是在帮他们做事呢？我早就猜到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？这些年，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，我们没有隔着心啊。这么大的事情，
情也不跟我说，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儿，这是好事儿。在你们心里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，是吧？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，还是那个皮不皮、毛不毛的毛。我们还是不平衡。可是你在变，我也在变；你在成长，我也在成长。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，我也想。我今天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伤心。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，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我算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是。安福，我在成长，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。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它有多危险。他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。我没有与你离心，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，曾大姐说，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。你现在要听吗？听。夫妇，他怎么样？子弹打中了肩部，138大杆，打了个贯穿。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，刚做完手术，失血过多，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，目前高烧不退，再这么烧下去，危险很大。醒了？小月，你找什么，小月？啊，找什么？枪。枪。放心了，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。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。我不知道打没打到敌人，我好没用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。别瞎说，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，啊，安心养着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不见到了吗？你说，军装是你的棺材，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，不会害怕，不会放弃。我现在也穿着军装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你好好养伤啊！等伤养好了，我在海文等你。后面的路，咱们两个一起走，我陪着你啊！怎么样？温度总算降下来了。没事了，小叶，没事了啊。
我也是铁齿铜牙，把温度计给我，我嘎吱嘎吱吃了它。好，刚才那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。二位给做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人，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。但是小月，你得答应我，好好养伤，养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把你送回海文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有云奎兄，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。小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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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月。没事，他只是太虚弱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小王，谢谢。我记得有句诗，你念过的，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。